做自由的模型 TC Go 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国产厂家风雨翻模的兽物天使脊梁。不过本款模型在纯翻模的基础上，还添加了双素体和6亿配件包，还有一个亚克力板。整体的配置对比兽物确实会更全一些，但是定价来到了138元。对我个人而言，从这一众翻模模型国产脊梁曾经的 PA 脊梁进行对比，这一款模型的性价比从我这里出发，我认为是很低的。以下是我个人的评测环节。本款模型一共是25块板件，不过这其中也是把造型手和很多小板件单独算在一起的数量。左边这一摞是我记忆里面正常兽物的板件量，右面是翻模厂新加的。同时本款模型的部分板件排布和兽物也是有区别。首先本款翻模产品呢是提供了一个兽物峰会的亚克力板，右上角还有一个洞，整体的清晰度我个人感觉会比较一般，颜色会有些暗。简单来看一下本款模型的板件素质，白色板件会比较油，羽毛的细节刻画其实还可以，但是根部细节会偏肉，并且飞边比较多。同时本款模型的白色板件部分也是存在着杂质，也就是我们在翻模产品中常见的小黑点，不过不排除是个人中奖。关节部分也是采取了泡沫件。主体的白色零件，我个人感觉细节刻线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肉，边缘的飞边也是参差不齐。不过本款模型的玉兔装的脸部倒是还原的比较不错，这一点还是要给好评的。和原版一样，在胯部的位置也是提供了玉兔装的零件，除了表面质感拉一点之外，漆面效果还是可以。空白脸的水贴也是给了一份，但是水贴的话是和玉兔装的脸完全一样的表情配置。黄色透明件是作为兽物的首批特点，而翻模的这个整体的通透度会很一般，一点也不透。那么正常情况下的就是这个棕色的金属成银色，会有一些水纹，并且零件表面的细节也会更肉一些。其他的零件表面质感也算是同一水平，有油的，有磨砂的，板件整体质量我个人认为是比较一般的。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双素体形态、武器、造型手、6亿连接件、空白脸和翅膀，以及这一大堆的替换件。其他的配件还有一个带底座的亚克力板，清晰度我个人认为会有些模糊。右上角这个圆孔应该是用来做挂扣的设计。在剩余的零件部分还有透明件和适配其他脊梁的脖子零件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，翻模的面相确实可以，4个替换脸算是保持了同一个水平，提供的分别是标准脸、眯眼微笑、向左攻击脸、开嘴笑脸。即便是翻模的兽物，但是这个面相表现要比一部分国产脊梁的面相处理要好上很多。两款头部的分件处理是一样的，武装形态头顶还有一个发箍能够遮挡一部分的缝隙，普通形态的缝隙和高低差会更明显一些。不过头发整体的细节刻画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模糊，但是这个部分的分件会比较多，零件堆叠起来以后，整体的效果还是说得过去的。头部最大的问题是武装形态的这个前端头发零件卡不紧，会自动回弹，两侧的羽毛零件安装会很松，这些部分都是需要进行加固处理。另外后方的头发组件衔接也会比较松，尤其是在替换脸部的时候，很容易整个头都会给它分开，建议针对这些分件都是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。头部两侧的装饰除了这两个不同尺寸的羽毛零件之外，还有一个头发分件，比较小，替换会比较费劲，呈现的是不带装饰的状态，缝隙会比较多，需要再好好的处理一下。头顶装饰还有一个发箍，由于本款模型的板件排布是没有分开的，所以会提供2个。我记得这个玩意儿好像还是可以当戒指使用的吧，有点记不住了。不过这个零件是没有固定卡榫，是直接放在头上，需要辅助加固。头部和脖子部分的关节需要提前处理一下，本款模型在这个部分的孔位组合度会很紧，需要打磨处理，强行安装会把脖子部分的泡沫件给它撑裂开。除此之外，整个头部的活动性还是可以的，并且脖子部分也有零件遮挡，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躯干部分的2个素体是完全一样的，不过在细节处理上个人感觉都会比较肉，主要是棕色零件和主体的条纹处理会比较糊。胸部整体的素质表现还好，不过侧面和后面的零件缝隙，这个就需要玩家后续再进行无缝处理了。上半身是关节组进行连接，整体的效果还可以，但是弯腰的时候后面这个穿帮会比较明显。本款模型的背包提供了3种，最基础的就是这个小翅膀形态，小翅膀带有一些侧摆可动，同时可以拆除棕色零件正面的这个小零件，就可以连接本款模型提供的简易支架。支架透明件的通透度和细节处理相对来说还可以，根部有2种连接件可以选择进行替换，支架杆整体的紧实度对于这一款模型来说也是比较够用的。另外一种就是双翼模式，和普通形态的小翅膀对比的话，是多了一个孔位用来连接大翅膀，大翅膀是8个分件进行组合而成。翅膀的造型我是非常喜欢的，
不过翻模的这个翅膀表面材质相对来说看着会比较一般，并且零件内部也是存在一些杂质，也就是这种小黑点，有的小黑点甚至很明显。印象里上次看到这种瑕疵还是在高高翻模的 HG 上看到过。翅膀整体的可动会比较简单，但是这个动作摆起来会比较够用。另外一种背包状态就是结合国产的这个6E配件包做出来的形态，新规部分只有这个主连接件和用来连接翅膀的零件，剩下的都是铜模。并且提供的可以匹配别的机梁插口的连接件，通过小连接件直接把翅膀安装在主体上就可以了。最后的效果无论是双翼还是6E也都算是各有各的姿态。同时这里我也想说一下，机梁玩家真的这么好糊弄吗？就单论6E配件包都能卖到60-70甚至70-80，只有那么7-8块的板件，其中6块还都是铜模。远的不说，就最近发模的 HG 非常自由，11块板件，或者把整体的重量算上，和这个配件包也没差多少了，20-30甚至10几块钱都有的赚，60-70一盒，不得赚飞了我。以上言论和以下言论仅代表个人看法，就单说这样一个138元双素体的机梁带个6E配件包，你说6E配件包按照70算，这个模型的性价比那可太高了，那确实厂家看到这种玩家都得喊一声义父。还是那句话，仅代表我个人观点，我只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横向对比这种翻模产品的态度。武装形态的后裙摆会比普通形态多一个零件，整体看上去会更厚更大一些，并且整个后裙摆都是柱形卡榫进行连接，带有一定的侧摆可动。其他的裙摆造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只有前面2个是带有轻微的可动，后面这个部分是固定结构，并且蓝色透明件的连接会比较松，需要加固。这个部分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零件设计上尖刺会多一些，安装比较难受。同时针对腰部前后盒的这个部分以及后面裙摆连接，个人建议使用胶水进行加固，把玩的时候这个部分也是很容易掉的，并且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零件并不能完全安装到位。胯部预涂装的处理还不错，这个部分的前后盒相对来说会紧实一些，普通形态的4肢会朴素一点，并且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4肢根部的球形关节安装都非常紧。空口无凭，来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，在我处理之后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紧实度。手臂关节不处理的话会很容易断，而胯部球形关节会很难安装进去，需要在这一步就把大腿安装在胯部的球形关节上，需要用力，用大力。上臂这里的零件还可以替换成普通的小圆片，用于替换大圆手都是比较常规的配置。手臂整体的可动算是比较常规的表现，紧实度都还可以。胯部设计了多段关节，兽屋出版天使在胯部的连接会比较松，后续也是提供了补件，但是这个引出关节的设计也确实为整体的可动提升了很大的空间。其他的比如大腿的平转、屈膝活动、脚腕活动也都是常规配置，但是脚腕的可动会有一定的限制，加上脚掌也会比较小，自主站立会比较费劲。武装形态的手臂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护甲，造型我是很喜欢的，不过装甲的尖刺会比较多，把玩需要注意。左手臂在活动的时候会和肩部的装甲产生干涉，这个部分容易松脱。另一侧的护甲零件固定效果会比较一般，替换造型手的时候也很容易脱落。武装形态的腿部分件会很多，加上翻模精度的问题，最后的缝隙也会比较多，加上还有这一种小零件容易脱落的问题，就需要好好的再处理一下了。除此之外，小腿部分还有一点细节错位，想要做无缝的玩家就需要多费点心了。其他的在可动部分和普通形态是差不太多的。最后的武器还有这把带剑鞘的圣剑，剑鞘也是可以单独拿出来，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剑鞘配合连接件只能进行手持，无法安装到其他部分，这一点算是比较可惜。综合来说，本款模型小问题会非常多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包括现在的我都有这么一个想法：性价比模型真的可以不考虑模型本身的素质吗？曾经说岩峰如果掉到99的话，就是性价比模型，但是终究要面对那拉胯到极致的素质表现。大班酱牛对比万代是便宜了将近几千块钱，但最终要面对的还是那拉胯的组合度，还有成品素质。更何况，就像我当初在大班酱牛的视频里说的一样，我花了对比大班 PG 完美独角兽快2到3倍的价钱，买了一个相同板件量，但漆面和整体素质表现更拉胯的模型，甚至那1800元的定价也确实成为了笑话。你要说这款翻模的机娘给的东西多不多？那确实多，并且很有用，但是整体的素质好吗？我认为不好。
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主观判断，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认为这是一款便宜的配件，毕竟除了这个翻模，就真的只有兽屋可以选择了，而且价格都不便宜。我个人尊重其他玩家的观点，毕竟对于每个人来说，自己能接受的模型那就是好模型，所以我个人的判断也仅仅是我所想的。在看到我的想法之后，认为这一款模型的缺点还可以接受的玩家，那么这一款模型我认为就是适合你的。尊重他人的意见，同时也要坚定自己的选择。本期的 CGO 魔幻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